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上班目标上，各位赚钱的时候多赚点，亏钱都少亏一点。然后今天来分享一下比特币的盘面啊。然后我昨天是朋友生日，所以我没有更新视频，但是我前天的视频是有讲到，如果下方的量能有这样级别量柱，我就认为它会形成一个拐头趋势，而果不其然。然后我视频里也有提到，如果形成这种拐头趋势，我就会认为它会在我的0.32到0.5这个大区间去震荡，然后确实如此，我觉得有点离谱。然后这个通道我还是觉得蛮离谱的，就是各位可以去结合一些我的观点去思考自己怎么去交易，怎么去操作啊。因为我群里有小伙伴他会去做多或者是做空一些币啊，然后的话，我是希望各位能够自己去看着盘面去思考的。我给一个大的思路和方向，我觉得这样子就比较稳妥一点吧。然后可以从4小时的量能来看，这一波下来砸盘之后呢，空头缩量是特别严重的，然后多头有放量，之后，然后这一路的推还目前看上去还是比较强势的。然后从1小时也可以看到很明显，然后空头是很垃圾，一直都在缩量，然后多头有在尝试的放量。好，再看一下15分钟啊。15分钟也可以很明显看到，就是多头冲一下，然后这里就是短暂的横盘，因为下面交易量也是非常萎靡，一般这种交易量很萎靡，然后多空都没什么劲的时候，就会导致这样子的盘面。所以有小伙伴问我就怎么看量能，怎么看 K 线，你这东西你要结合来看，你没有办法单一拿出来说的。然后可以看到下方的量能突破了之后就上涨了之后，这里的交易量非常萎靡，多空交易量都非常萎靡，所以这个盘面也是在这附近就来回载幅震荡。然后这一波多头又在尝试放量，所以是呈现这样子的形态啊。然后 K 线跟量能一直都是要这样去结合来操作，结合来看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日线级别，然后从日线级别来看的话，多头确实是有在缩量，可以看得到，但是空头完全没有起量的痕迹啊。然后今天已经是第3天的推土机行情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周线，周线的话，今天是周3啊。然后我会比较期待这一周的周线收线情况。如果这根周线能依然保持这种实体性占主体的话，很有可能下一周又会形成一个拐头趋势继续啊。因为可以看到，其实它的周线走的还是比较规律的，基本上可以看到我说的是像这样子实体性啊，像这样子的很饱满的。如果是出现像这样子的，很有可能就会变盘啊。因为这就是周线我目前看到的信号。然后关于这3个线，我觉得这一根画的也是绝了，基本上就是碰到了这里之后它就上去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月线，因为这个月的话大概是还有10来天就收月线了。目前的月线情况就是这根空头留下了还算比较长的下影线啊，这种下影线就是多头给它买上去的。然后也可以观察这个月线收线情况。如果这个月线收线是像前几个月像我这样饱满的，就是空头主量的话，我会认为接下来的行情有可能会被空头主导。所以然后月线又离不开周线了。如果周线它的那个周线实体收心收的比较好的话，这个月可能又会成为一个像这样子的，中间只有一小撮新的这种量柱啊。这种量柱通常是一个变盘的信号，在自然交易理论里也是啊。然后在传统的，不管你看哪套指标，像那种情况的量柱就是一个变盘的信号，就是它很有可能变盘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。然后以太坊的话，我们就先从月线讲起吧，因为它刚好就切换到了月线这个周期。以太坊的月线就是我刚刚有阐述过，我很期待的比特币它会不会出现这种月线情况，这种就是很容易变盘的一个信号。因为它的时薪很短，下方的话是由多头给它买上去的，然后上方的话又是空头给它砸下来的，所以这种就属于一个非常明显的变盘信号。然后这也是关于 K 线的一些就基础知识啊，就是 K 线它最好是这样子就可以看得到，这种是多头的绝对强势啊。然后像我刚刚说的这种上下都留了长下影线的，就是变盘信号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周线，从周线情况来看，本周还没有到周末，今天是周3啊。
目前看到这根量柱还是多头的量柱还是比较充盈的。然后再来看一下日线，日线级别也是连续3天的上涨，跟大饼很相似啊。因为我也有前几视频有一直反复强调过，它跟大饼这么相似的原因啊。然后我也有提到，前天视频有提到过，我会认为它会以太坊它会围绕着这个大的时间窗口在这震荡。我们来看一下4小时，从4小时量能来看，也是空头缩量缩得很严重，然后多头也是一直呈现这种放量的趋势啊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1小时，然后我前几视频有讲过，我认为它如果多头出现我圈起来这个量能，它就有可能会有拐头趋势，确实是出现了，虽然还是比较短一截，但是你要注意下方的量能是连续的，连续的也是可以的，就是虽然它矮那么一点点，但是它是连续的，就是也是相当于魔法攻击，就是 double 了，所以就不要卡太死啊，不仅要看它量能充不充沛，还要看它是不是持续的放量。像这种可以看得到，就是多头保持这种比较高的量能，而且没有呈现下跌，就可以判定这段时间窗口就是多头的持续放量。然后这1小时图可以看得到，空头在这方下面缩量缩得很严重，然后多头确实是有在持续放量。然后刚刚也有解释过，像这种行情，像这种交易量突然萎靡，造成这样的局面是非常正常的。我们来看一下15分钟，15分钟就可以更明显的看得到多头有在尝试放量的痕迹啊。然后以太是到了我 0.5 位置 ,0.5 它通常不是一个价格会长时间停留的位置啊，所以而且 0.5 变盘的可能性也还是比较高的，所以我认为要观察接下来几个4小时啊，如果接下来几个4小时多头能够持续放量，那它很有可能就会到达我 0.618 的位置啊。如果多头它没有持续放量，然后空头转为空头开始发力的话，它可能又会下来，又会在这窗口里震荡。然后目前的话没有看到空头给很明显的信号，所以我认为如果你想开空单呢，你需要再等一等啊。如果你想开空单呢，我会认为你大饼的话可以观察一下 0.618 这个位置啊，就是44100附近啊，可以观察在 0.618 的位置，因为0.618一直都是传统费波那契指标里面的一个主力位啊。可以观察上方这个位置，也可以观察大饼，就我大饼 0.5 的通道是42700左右，也可以观察这个位置，因为 0.5 的通常是一个不会让价格长时间停留，而且快速选择方向的位置，可以在这2个点位附近去观察下方的量能，然后结合量能和趋势去开单。然后以太的话，我看一下，以太的话就是观察我这个 0.5 的位置，我 0.5 位置是31550左右啊。然后像这种的十字星，我刚也说过了，就是一个变盘的信号，就是它很有可能快速上去，有可能快速下来，所以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点位。还有就是上方 0.618 是32060左右，可以观察这2个点位啊。然后记得务必带好止损，然后10倍杠杆以内，然后结合量能趋势去开单，不要无脑的那种梭哈，然后杠杆一定不要超过10倍啊。然后我今天是有发一个推特的话是一个 GameFi 啊，就感兴趣的话是可以去转发的，反正是 few minutes 就只需要付一点 gas， 然后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转发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各位点赞、关注、评论频道，欢迎使用视频下方链接注册交易所，他们都是有奖励金或水费折扣。然后欢迎关注我推特，然后欢迎免费加入 Discord 社群和 Telegram 社群。然后祝各位晚安。